你勾引我老公，破坏我的家庭，我不找你找谁呀？这是公共场合，是医院，你说话注意点儿，不要颠倒是非了。我怎么颠倒是非了？我跟恭喜离婚是事实，你跟他早好上了也是事实，你就是个不折不扣的小三儿。哎呦，你手心怎么那么多汗呢？不行不行，我得回去一趟。干嘛呀？我不能空着手见你妈呀！我上次买的东西忘带了，我得回去拿。哎呀，没事儿，来不及了。那我这样空着手见你妈，没事，合适吗？稳定一下情绪啊。妈来啦！妈，打住，八字还没一撇呢。啊，对，我也是一激动叫错了。阿姨，来，阿姨，您请坐。咱俩差不了几岁吧？你叫我阿姨，我听着别扭。哦。大姐，喝口茶吧。这称呼我听着也不舒服。他接着编，我看你能编出什么称呼。哎，行了，妈，别拿糖了，人家妈也叫了，阿姨也叫了，大姐也叫了，何不让人管你叫，小妹吧？大人说话别插嘴。我们家是有身份的，要懂得礼数。有了。小丽她妈，您请喝茶。这个行吗？坐下吧。给我。我听说你想娶我们家小丽，是。我没让你站起来，坐下吧。小丽她妈，我们这点了几个宫廷菜，您看，不知道合不合您口味儿？你知道我们家是满清正黄旗出身，知道，小丽说过。我们是皇家血统。要是搁在那会儿啊，你娶我们家小丽，那叫高攀。对，要搁在那会儿，您像我这样的人，就是混到顶了天了，也进宫里了，就是当个太监。不过现在呀，年代不同了，我呢，嫁女儿的条件呢也放宽了。我跟小丽说了，你要是娶她，也不是不行。哎，谢谢，谢谢。不过，我们墨家要50万礼金，还有一场盛大的婚礼，菜系、酒水等等细节都由我来定。50万？闭嘴，没你说话的份儿。你是嫁女儿还是卖女儿呢？你要是能答应呢，我随时候着你来迎娶；如果你不答应，对不起，请你现在就跟我们家小丽断了吧。小丽她妈，说实话，您这50万嫁小丽，真不贵。可是我确实，您看，咱能不能，小丽，让你妈吃吧。爸爸，哎呦，等等，你哟，在这吃饭呢，怎么不叫上我们呀？大家一起吃多热闹啊！哎，给介绍介绍啊！啊，我来介绍一下吧。这是小丽的妈妈，这是我前妻和我的儿子。丹丹，还认识这个漂亮的阿姨吗？是小丽阿姨。叮咚，跟小丽一起吃饭吧。不吃。小丽阿姨是来跟我们抢爸爸的，她是坏女人。看看，你怎么这么说话？
你们一家三口好好的聚吧。小丽，走。大家一块儿吃吧，别客气啊。小丽的妈妈，您听我解释一下。我们现在跟你没关系，回去陪你老婆孩子吃饭。不是，是前妻呀。还要吃什么呀？登登，想吃什么呀？妈妈给你夹。我说今天登登怎么非要到这家饭店来吃饭呢？这老天爷都看不过眼了。你曾经毁掉了一位年轻貌美的女性，老天爷实在看不过去，你再毁掉第二位。登登，吃虾吧，啊！来。哎，你给我回来！回来！妈，我知道你今天不开心，我也不希望这样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事情会弄成现在这个样子。你看他前妻那个样子，你为什么非要找一个结过婚的老男人？妈，这是我的人生，我的选择，你能不能让我自己做一次我人生的选择？不能，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我辛辛苦苦养大的女儿，一个黄花大姑娘，去给人家当后妈，当人家的小老婆。你为什么一定把话说得这么难听呢？这是事实。如果你跟恭喜结婚，你就是人家的后妈，就是人家的小老婆。你今天心情不好，我不跟你谈了。我告诉你，就你跟恭喜这个事儿，哎，你们就没商量，你知道吗？我以后还不跟你谈了呢，我也不会跟恭喜再谈了。只要我活着，你就甭想，我养个猫养个狗都比养你强。先生，请您买单。好，大结账。这是请你未来丈母娘吃饭，凭什么我付钱呢？行啊，别那么大声，我买行吗？多少钱？你好，您一共消费了2100。多少？2100。你搞错了吧？我们就点那么点菜就2100。没错，您主要消费了我们的宫廷菜，后来这位女士又添加了几款特色菜。小娇，我这银行卡忘带了，现金带的也不够，要不然你先给结了。这可是请你的未来丈母娘吃饭的钱，我是你前妻，你让我帮你付，算是我借你的还不行吗？你先给结了，回头我把钱给你送过去呀。那你听清楚了，我不借。对不起啊，那个，我们俩商量商量，好吗？喂，小丽姐。你说啥？你跟我哥遇到了一座又一座的大山，过不去了。小丽姐，你说明白点呗，我听不懂。就这么跟你说吧，我跟你哥可能走不到一块儿了。先生，请问你们谁付账？这不正商量着呢吗？啊，平时口口声声说顾客是上帝，上帝也有忘带钱包的时候，知道吗？可是这都半个小时了。姑娘，你过来，我跟你商量事儿啊，我能不能
把我的身份证押给你，我是市卫生局的。不好意思，您就是卫生部的，我们也不能收账。小姐，要不您还是抓紧办吧，我们也是打工的，一会儿老板一回来，我们奖金都没了。哎，行了行了，你看我像吃霸王餐的吗？行了，先走吧，商量好了再告诉你啊。爸爸，我们什么时候回家呀？一会儿该演会太冷了。娇娇，咱不能老这么耗下去吧？这晚上儿子还有作业呢。我也可以帮你付啊，不过你必须记住，你不光欠我的钱，还欠我的情。哎，小丽，恭喜你在哪儿呢？你是不是还跟艾娇娇和登登在一块儿呢？那什么，你听我说啊，我那个正在处理点事情啊，等处理完了我再打给你，好吧？啊，挂了啊。小三来电呢？干嘛说那么难听啊？你怎么不让他来给你付这顿饭钱呢？你别口口声声小三的行吗？我跟你说，哎，就咱俩离婚前，我都不知道这莫小丽是谁。你骗傻子呢？谁信呢？你怎么证明？哎，你小声点行不行？这当着孩子的面，再说还有那么多吃饭的，你让人家看免费的戏啊？行，我不为难你，我艾娇娇也不是小气的人。不过你得答应我一条件，从今天开始，你每天必须抽2个小时陪我，而且任劳任怨。我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。娇娇，咱俩打结婚那天开始，你就喜欢命令我，让我做这样做那样。我恭喜在你眼里就是一个毫无尊严的哈巴狗。你高兴了，对我好点。不高兴了就呵斥了，哎，现在咱俩都离了婚了呀，你怎么还要这样待我呀？你是不是觉得这样特有成就感呢？那是我的事儿啊。现在是你求我给你付钱，我就这个条件，答不答应你随便，你可以选择。爸爸，你就听妈妈的话嘛。你平常教育登登不是说要做个乖孩子，要听妈妈的话吗？你付吧。服务员，刷卡。好的，请稍等。去哪儿啊？我回家还不行啊？不行，刚才说好的，每天抽2小时陪我，任劳任怨，你忘了？那也得从明天开始吧？说好了就是今天开始，2小时，看着表。服务员，刷完了没？等等，等一会儿。抱着登登啊，把那菜拿好。来，我再给您码上，不行，不喝了，咱真不喝了，我这喝不了了。哪能不喝呀？七六福这酒好喝，越喝越年轻。您听我的，您就敞开了喝。真不行了，你也少喝点，咱俩喝的不少了啊。你干啥？这酒菜不合您的胃口？不是，菜是挺好。我突然琢磨过来了啊，你说你这突然请我吃饭，还点这么一桌子菜，这么好的酒，有事儿？这个您看，我跟恭喜啊，我们俩人差不多到咱们这单位是前后脚。按理说呢，今天这饭呢，应该我们俩人一块儿请您。可是他们家突然有点事儿，他来不了了。
恭喜最近这家里事儿是挺多啊，您都瞧出来了，可不是嘛？您看前妻，前妻他妈，未来的老丈人，丈母娘，一个比一个不好惹呀，天天上咱们单位连哭带嚎的，慢说您这领导处理起来困难，我们瞧着都眼晕。你这话说的对，这个男人干事业呀，那一定后院不能起火，你说是不是？太对了，哎，您这领导说的有水平。您现在看恭喜，每天这顶着俩黑眼圈就上班来了，跟国宝似的。他这前妻啊太厉害，跟母夜叉似的。还有那老丈人，这堆人加一块儿，甭说他了，我瞧着都替他头大。您有远房的亲戚、表侄女什么的没有？干嘛呀？农村的就行。找保姆啊？我一个单身青年，我找什么保姆啊？找对象。您说准了。哎，您看，我今年都37了，还没找着对象呢。现在城里这姑娘啊，一个比一个现实。她一听说你在这机关单位里头混了这么多年，一官半职都没混上，甭说跟你试着处一段了，这相亲见个面他们都不愿意。对，哎，您再瞧这恭喜，别看就比我大几岁，那情况就不一样。他好歹有一个副科长的那头衔在那儿管着呢。您看前妻刚跟他离了，这小丽马上就跟上去了，桃花运不断。就4个字儿，眼花缭乱。爸爸，妈妈为什么每次见到小丽阿姨都不高兴啊？小丽阿姨真是坏人吗？小丽阿姨不是坏人。那小丽阿姨真会把爸爸你抢走吗？等等，不管什么时候，爸爸永远都是你的爸爸，记住了？走，上车吧。墩墩，把安全带系上了。你去哪儿？咱现在不住一块儿，走的不是一条道啊！我回家。去找莫小丽吧。我就不信了，你跟莫小丽能到一块儿。小丽，哎，小丽，哎，你是将军，你是不是觉得在这儿碰见我特奇怪？我怎么在哪儿都能碰见你啊？我觉得这特好。你喝酒了吧？是喝多了，但是现在感觉倍儿好，要不然我怎么能这么大胆的叫住你，这么看着你呢？行了，刘将军，你别，大马路上的，你注意点影响啊！你赶紧回家吧，没人，我俩不是一条道上。没，小丽，你怎么就不能认真的看我一眼了？我比那恭喜差哪儿了？我是年龄比他差，是职位不如他，是挣的比他少。你们所有人都是先注意他，后注意我，我是永远的那配角吗？刘将军，一个人喜欢另外一个人是一种感觉，是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。等你有一天你遇到了你生命中那个对的人，你就是他的主角。我真奇怪，我大马路上跟你说这是干嘛呀？哎，我愿意你多跟我说几句。还有一句话，我今儿做了一件对不起恭喜的事儿。你好好说，站直了。我请科长吃饭，他不是要升副处了吗？我琢磨着，科长那职位不是我就是他了。我真不知道怎么跟他解释这事儿。刘将军，我能理解你，
一个男人认为自己事业更上一层楼，可以给家人带来更好的生活，是一种责任心。将来哪个女人要嫁给你的话，估计还挺幸福。那你觉得挺好，你就答应我呗。别闹了，赶紧回家吧。哎，小丽，那你给我保密啊！你们弄的这金牛服的贵吗？不贵，挺便宜的。啊，不是，你主要推荐你这酒，那酒怎么样啊？胡说！哎呀，你看，是我妹妹，怎么样，漂亮吗？我俩长得像吗？哎，你们先聊着，我跟我妹妹聊两句啊。谁是你妹？怎么哪儿都能看见你啊？胡说！公主都已经退出了，怎么还不跟我在一起？她退出那不是你逼的吗？啊？再说了，就算她退出了，我告诉你，咱俩不可能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10万个为什么呀？没有为什么，爱就爱，不爱就是不爱，现实就这么残酷，明白吗？你真的不爱我？不爱。我再问一遍，你真的不爱我？干嘛？怎么你还想动手啊？啊？我告诉你，今天穿的人五人六的，这都这么多人，你自己能不能淑女点？别老那么凶神恶煞似的。好，那我今天就淑你一回，给你看看。你干！小姐你好，我能尝一杯吗？他喝不了酒。我告诉你，要喝多我真不管你啊。你感觉怎么样？非常好。这个酒体丰厚，口感致密，层次清晰，咽下去以后回味悠长。总之，很 man 的感觉。谢谢您，大美，这是我们新推出的啊。那这样，给这位先生也来一杯。我不会喝。别闹了，行不行？哎，谢谢啊。你到底想干什么呀？知道我姐为什么不喜欢你了吗？我恐婚，我逃婚。我告诉你，我一直后悔当初做这么个错事儿。错，这只是表面原因，最主要的原因是一直以来你给大家的感觉都是一个阔少爷大男孩，而不是一个有冲劲儿、敢作敢为的男人。Man， 你懂吗？谁会喜欢你这样的人啊？清醒点儿吧，胡帅。行啊，今天这语言组织的够犀利的，谁给你编的词儿啊？哼，说了这么半天，大意我听懂了，啊，就是觉得我没担当呗，是吧？游手好闲，是个混子，对吗？我告诉你，我一直都想做点事儿，只不过没定下来，但今天我定下来了。金六福，想了半天，我今天下定决心了，我代理了，从今以后，我事业放第一位，我倒要让你们看看，我胡帅是不是个有责任感、敢担当、把家庭放在第一位、敢打敢拼的好男人。太棒了，小帅帅，有勇有谋，慷慨激昂啊！但是能不能做到就是另一回事了。我也不跟你这儿费嘴皮子啊，你爱信不信？确实挺好，确实不错。
往跟我都对的那个人，可笑，有那样的人吗？啊？我刘将军都等了37年了，37年了，没有女人喜欢我，我有那么差吗？美女，你别光走毛步，你怎么扭2圈啊？没有，我跟你说啊，你别大爷扭2圈啊！你放开我！打！干什么？你也不能走啊！你扭2圈，放开！你没女人疼，你没女人爱。我喝酒。哎，你站着，你站着，你别走。你干什么呀？你好好看看我，好好看看我刘将军，我哪一点不好啊？你偏偏就看不上我。你放开我！你神经病啊你！我不放，我就是太轻易放手了，才让你天天跟他鬼混在一起。我告诉你，你要是再放手，我就报警了。你报啊！你报啊！你也不报，我帮你报。我见过的女人多了，我告诉你，我光相亲就相了180回，我什么样的女人没见过呀？她们主动的投怀送抱，我都坐怀不乱，我干嘛非礼你啊？你厚颜无耻！哎，说清楚，我怎么厚颜无耻了我？哎，美女，你别走，你听我解释，我呀真不是对你有非分之想，我是真喝醉了刚才。这样，我真心的给你道个歉，行吗？你刚才喊我什么？美女啊。你觉得我是美女？那，你要不是美女，就没人敢说是美女了。行，那我原谅你了。这就原谅我了？不过美女今天想吃冰激凌。这简单，美女想吃多少，我就请多少。真的？真的。嘿，你这人倒挺有意思的啊，不打不相识。行，我莫小美今天交你这个朋友了。我跟你说呀，最近我怎么发现喜子心情不大好？是不是他跟那个莫小丽谈的不太顺呢？老婆子，啊，这我可要说你几句了。你给人家送个见面礼，送的那么寒碜，那喜子还能跟人家谈得顺利吗？哎呀，那我不是考验他呢吗？考验你也得分个时间呐，哪有在送见面礼这重要关头考验的？啊，你就说咱们公主吧，要是那婆婆家给咱们送一大堆便宜货，你能把公主嫁给他吗？啊，我说你呀，想问题也得站在人家女方的角度想一想。哎，照你这个做法，那儿子还能找个新老婆，那才见怪呢。哎，我这还没说完，你干嘛？妈，你干啥去？你这是妈，你干啥呢？你别说，你刚才说那话呀，还真有点道理。我做的是有点不够，我现在去补救，我去补救不行吗？那你这是干嘛？不是，我去拜访未来的亲家和亲家母，这些东西值1、2千块钱呢，这还看不出来我的诚心和诚意啊！这回不会给儿子捣乱了吧？好。哎，对了，老头子，我说呢，
我跟你说呀，你跟我一块儿去啊，咱老两口一块儿去，更能表示出咱们的诚意啊！你快去穿衣服。哎，爸啊，妈，你们俩呀，谁都不用去，我去就行了。你？对呀。你这个小毛丫头子有啥分量啊？哎呀妈，这您就不懂了吧？我去呢是先去打个头阵，探探敌情。您跟我爸是咱们家重要的秘密武器，那不能说刚一开始冲锋就要用上重炮啊！这哪儿跟哪儿啊？拜访亲家怎么跟打仗搅和起来了？你说，妈，我跟您说呀，你也听不懂啊，这叫策略，我是跟我爸学的。哎，我走了啊，你们就等着好消息吧啊！哎，不是，哎呀，你还真别说，我这闺女还真得了我一点真传。下面有请我们1号选手恭喜登场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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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谢谢。我们永远支持你。怎么没人打我牌子呀？恭喜！唱一个，我现在给大家唱一首，刘欢的啊，听着这刘欢的。刘欢的，我永远支持你。欢欢，我们支持你。你行不行啊？心若在，梦就在，天地之间还有真爱。看人生论成败，只不过是从头再来。怎么样？我打算包装你。包装我告诉你，你很有潜力。我打算到中国坏声音当评委呢。你包装我，我为你转身。从头再来。没错，从头再来。哇，从头再来什么呀？啊？没说你，说我的。领导，从头再来。行了行了行了，哎，别疯了，跟你在一块儿，真的是很愉快。好了，各回各家，各找各妈。不要回家。走。真走啊？必须走。说走了咱就走啊，你有我有，全都有啊！闯就走。这些年，我知道自己苦不苦，风里雨里我不在乎，许多事我不再麻木，醉过醒来，我依然不认输。嫁给我吧。你说什么？没头没尾的。我是认真的。我觉得我不能再自私下去了。我离婚以后，你为我受这么多委屈，做出这么多牺牲，我恭喜就是下辈子做牛做马我都没法报答你。我一直犹豫不决，是因为我觉得我自己配不上你，我怕拖累了你。今天我才彻底明白，我不能失去你。恭喜你！要是为了感激我才说这样的话，你最好收回去。我不需要感激，我觉得感激不能代替任何情感。啊，小丽，你知道吗？就在10分钟以前，我还提醒自己，你要冷静，要理智，因为我不是一个可以为爱不顾一切的年轻人。
我是一个被婚姻折磨得遍体鳞伤的老男人，我心里一直骂着我自己，我说恭喜你就是一个混蛋，你自己已经掉进了泥坑，你干嘛还要拉人家莫小丽进泥坑呢？可是我发现，我根本没法理智，有些话我说不出口，但是嫁给我这句话，我不管你同意不同意，我就想说给你听。小李，我在等你。真的，也许明天我就没这个勇气了。渴望的幸福，一份浪漫的冲动。谢谢你用沉默回答了我。你不同意，我很理解。不，我同意，我愿意嫁给你。你说什么？你说你同意？你在不在家呀？我过去找你。小李，我明天再见吧，太晚了。不行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已经等不及了，你这个笨蛋！今天真的很对不起。你别跟我说对不起，莫小丽也不是那么大气性，我理解你。你跟安娇娇有一个孩子，你们俩就不可能断得了。是。我跟艾娇娇可能真的分不开，或者说，从我们俩走进婚姻殿堂那天开始，我命中注定就得跟她纠缠一辈子。你还年轻，你有恋爱的权利，我没有，尤其是到了我这个岁数。恋爱就是一种奢侈品，我不应该想。其实，爱情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奢侈品。可你跟我在一起，只能给你增添更多的烦恼。我连起码的快乐都不能给你。我说我爱你，那是不负责任的。咱俩分开。你想清楚了？想清楚了。我不想把你也拖进这无尽的烦恼之中，让你跟着我受罪。恭喜，你是一个中年男人了，我莫小丽年纪也不小了，我们早就不是那些动不动就把爱和不爱挂在嘴边的小屁孩了，好吗？分手，
分手那么容易说得出口啊？快乐都不能给你。我说我爱你，那是不负责任的。咱俩分开。你想清楚了。想清楚了，我不想把你也拖进这无尽的烦恼之中，让你跟着我受罪。恭喜，你是一个中年男人。我莫小丽年纪也不小了，我们早就不是那些动不动就把爱和不爱挂在嘴边的小屁孩了，好吗？分手，分手那么容易说得出口啊？我们俩选择在一起是儿戏吗？不是。既然选择在一起，为什么不能共同去面对呢？你为什么那么容易退缩？分手是你恭喜解决所有问题唯一的办法吗？看什么看？你比我大那么多岁，你比我大那么多岁，你不知道生活是什么？你比我大那么多岁，你不知道生活是一个白饭又一个白饭组成的吗？生活很艰难，谁不知道生活很艰难？但这不是你否定你自己、否定你感情的唯一的办法。谢谢。我恭喜，上辈子一定是个大善人，人行善，到我这儿得计，所以老天爷把你这宝贝儿赏给了我。美了你。你想死我我是舍不得你，可又不想伤害你。好了，不哭了。呸呸呸呸！这个好，这个好。哎，我不吃，我不饿，我看着你吃。你别都给我了，哎，你这都没了。不，我们有的是。行，来，你来，你来，我看着你吃，我高兴。担心我啊？能不担心？不用担心我啊！你看我，好吃好喝，心情好，胃口好。倒是你呀，最近为这个事儿烦，为那个事儿烦，你才应该多吃点呢。我没事儿，我看着你吃我就开心。哎，你瘦了啊？我瘦了吗？嗯。是，这两边肉没了哈。你再瘦你就变成杰瑞了。谁是杰瑞？《猫和老鼠》你没看过？看过。就那老鼠。哦，他叫杰瑞啊。真是。那你呢？我是那母老鼠。杰瑞有女朋友吗？你是公老鼠，那我就是母老鼠啊。好，那最后胜利的一定是那只母老鼠。不对，一对小母老鼠。怎么还一对小母老鼠？我也成母的了。一对小老鼠。哎呀，你看你这么一说，我还真觉得我自个儿的处境有点像那小老鼠。哎，就是那猫，啊，追这个老鼠，追着又不吃，等抓住它玩几下，再让它接着跑。快吃。哎，咱俩约定一下行吗？首先，不管发生什么事儿，你不能自个儿扛着，你得跟我说。当然了，在我心里是我最亲的人，不跟你说跟谁说。可是，那你以后有什么打算啊？以后，
这还教教他，这情绪一会儿阴一会儿阳，一会儿上一会儿下的，你真没谱。就算你说你想好了怎么应对他，你不知道他下一招出什么棋呀。咱也只能是走一步算一步呗。快吃。真是不好意思，这话都不知道说了多少遍了，还得跟你说。给我点时间，啊，让我把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儿都处理了，别让着你跟着烦心，我要让你开心。等处理完了之后，我就光明正大的、大张旗鼓的，这个大张旗鼓来娶你啊！行，啊，吃。恭喜。其实，不管你是让我走，还是留在原地等你，我都尊重你的选择。我只是希望你的人生是快乐的，我希望你有了我之后是快乐的。快乐，我保证。大红果可好吃了，真的？吃一口。走你！不，你吃。一人一半，一人一半。酸酸甜甜就是我。吃辣了，我已经到我们家楼下了，你放心吧。拜拜，晚安。哎呦呵，舍得回来了，怎么又忘带钥匙了呢？这孩子。阿姨你好，等，你是谁呀？阿姨，我是来给您送礼的。哎，推销的吧你？哎，这一开始都说是免费的，完了一会儿就推销一大堆的东西。不是阿姨，我不是我马搞推销。格格是谁呀？你甭想骗我啊！赶紧走。阿姨，我真的来给您送礼的，真的。哎，我说你这丫头怎么回事啊？哎，你要是敢跟我聊上20分钟，还指不定谁把谁发展成下线呢，知道吗？走。哎呀，阿姨，我真是送礼的，阿姨。小丽，快把饭弄。小丽姐，推销的，赶紧给他弄。可不就是我吗？来，快进屋啊！我换鞋啊！哎呀，不换了，都是自己家。来，公主，这么冷的天，喝点热茶。小丽姐，都是自家人，不客气啊，我不渴。这姑娘说什么呢？什么自家人？谁跟你一家人啊？哎，我哥恭喜跟小丽姐马上就结婚了，可不就是一家人吗？八字还没一撇呢，你别在这套近乎啊！再说呀，我们家高攀不起啊。那个，你今天怎么突然就过来了？没打个招呼啊？我爸我妈呀，他们让我过来，就是上回那见面礼的事儿，他们感到非常不好意思，这次专门选了这些重礼，让我给送过来呢。什么见面礼啊？就是那个，没有见面礼的事儿。啊，公主啊，是叫公主是吧？啊，是阿姨啊。那个，你先回去吧啊，把这些礼呢带回去。我们墨家呀收不起这礼啊。为啥呀，阿姨？这些东西可是我爸我妈诚意挑选的。哎呦哎，真是笑话了。如果诚心诚意的想给亲家送礼，能派一个像你这种的虾兵蟹将吗？他干嘛不自己来呀？再说了，以为我马格格没见过世面是不是？哎，就你这点什么人参呐、什么这个虫草啊、燕窝呀，就能把我收买了呀？我们家小丽就那么好娶呀？你们省省吧啊！阿姨，我爸我妈绝对是诚心诚意的。你要是不相信，我这就给他们打个电话，他们立马就过来。我哥对小丽姐也绝对是真心的，我们全家人都特别喜欢小丽姐。要不我马上回去让我们家人都过来。哎，这个丫头，你是哪国人呢？
听不懂中国话是不是？赶紧走，走吧，走吧，把那礼都带走啊！走走走走走！阿姨不是，你听我说呀！来，我小丽姐，先送你去。哎，把那东西拿走啊！哎呀，哎，小丽姐，你咋不着急了呢？哎，你不着急跟我哥结婚了呀？哎呀，小丽姐，阿姨她就是一时的不同意，你可千万不能气馁啊！哎，我不是跟你保证过吗？我公主在，绝对让你跟我哥能结婚的。公主，这事儿要是这么容易就解决了，我跟你哥早就成了。那你说呀，你说我怎么帮你们俩？哎，你说就行，我赴汤蹈火，我也去做。别着急，我跟你哥这事儿得慢慢来。那怎么慢慢来呀？小丽姐，你是不是觉得我给你帮倒忙了？没有，我妈呀，今天心情不好，你赶上了，时机不对。小丽姐，你可真好，你比那凶巴巴的爱娇娇真的强太多了。你看我都闯了那么多的祸了，你从来都没有生过我的气，而且还给我找工作。虽然我现在只是在医院里面当一个临时的清洁工，但是我真的是发自肺腑的特别的感激。小丽姐，我真的特别喜欢你，我真的好想让你当我的新嫂子。哎呀，公主，我也好喜欢你啊！你真的很可爱，我真的很喜欢你。我也希望有一天能跟你成为一家人。但是你看，我跟你哥这事儿吧，还真是急不来，那给我们一点时间，给大家一点时间，对不对？你就别老操心我的事儿了啊！那加油，加油！加回家吧，这么晚了啊！行，我走了，小丽姐，不送了啊。妈，你说人家公主第一次来家里了，你能不能客气点嘛？那孩子你不急又想。你要还是我女儿，就把这些礼物给我送回去。起了啊，妈，哦，哟，是你回来了。怎么了？我回来有点没情绪啊？为什么？不是，我还以为你妹妹呢，不知道她把事儿办咋样呢。她办什么事儿去了？你妈让你妹去给莫家送礼去了。嘿，妈，你看你怎么想一出是一出啊？这次送礼，你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呢？我这不是为你个好吗？我希望你尽快的跟莫小丽那。嗨呀，那是希望尽快就能尽快的事儿嘛。再说您让我妹妹去办这事儿，那靠谱吗？唉。电话。哎，伯母，我是莫小丽呀。哎呀，小丽呀，啊，你好，你好。是这样，那个公主晚上往我们家提礼物了，您和伯父费心了啊，我就替我爸我妈谢谢您和伯父。哎呀，你说你谢啥呀？这还不是应该的啊！哎，小丽啊，你哪天到我们家来，我亲手给你做我的拿手菜，好不好？啊好，那个什么，你来了，咱娘俩再聊聊，是不是啊？啊，好嘞，伯母您早点睡啊，晚安。哎，好，哎，再见啊，再见。哎呦，寻思这回找这朋友不错，真不错啊！哎呀，正月里来是我新年啊，村里村外我不嫌钱啊。
喂。郭喜，半个小时以后到我们家楼下接我。今天你送我上班。娇娇啊，哎，该送登登上学了啊。哎，又打电话呢，给谁打啊？又给恭喜打啊？嘿，哎，你讲话好不好？差不多就得了，自己该过新生活了。哎呦，你不要这样好不好？这跟离开了恭喜不会过日子似的。妈，我必须闹下去。这孩子，这。帮我把这钱还给娇娇。我以为给我的呢。啥给你的？凭啥给你的？那这给爱娇娇，你跟我说为啥啊？昨儿出去吃饭，他给的饭钱，今儿我把钱还给他，就这么简单。我不明白。这有啥不明白的？欠债还钱啊，怎么不明白了？那娇娇她就是病，她还得治。行了，哎呀，哪那么多话呀？你想啊，那一个正常人，谁整天没事想着老子去虐待别人啊，虐人还虐上瘾了，那这不是病态是啥呀？就得治。哎呀，让你干点事儿就这么多话，记着啊，这钱可不是给你的啊，帮我还给爱娇娇的啊。啊，知道了，我办事你放心啊，马上给你送过去。好美！哎，姐，就这是多少度啊？你怎么才这么点啊？这叫青春动感，该显就得显。哎呦，别感冒了。哎，对了，姐，胡说这两天电话老打不通，你能联系上他吗？你还没跟他撇清呢，人现在心里只有公主没有你。你别闹了啊！放过别人就是放过自己。哎，你赶紧回家吧，你别冻坏了。还说我，你放过恭喜了吗你？儿子，来，你把这鸡蛋。妈，我不吃，我吃饱了。我再给你盛碗粥去。不行，妈，你啥呀？这是老家带来的米，你多喝2碗。粥在这儿呢，妈。啊，粥在那儿呢。我端出来了啊。好，行，你这啥呀？这是老家带来的米，儿子，你多喝2碗。你看最近呢，你都有点。行了，妈，够了，够了，够了，谢谢妈，谢谢。来，这妈呀，我跟您商量点事儿。说。那个，就是那工资卡，您能不能给我呀？放妈这没事儿，咋的？你也不放心呢？不是，妈，是这样的，这个男人吧，他手边上得有点钱，是不是？因为经常会有一个什么同事的聚会啊，这种场面有时候挺尴尬的。好几次我都是一到了结账的时候，我不是假装喝醉，就是上厕所，都让人给看出来了，实在不好意思。哎，孩子说的对啊，你别拿对付我的那招来对付孩子啊。行了，住嘴！哎，儿子，你跟妈说，是不是跟这个莫小丽相处花销大了？没有这事儿，妈，你千万别往这上想，我就是想手里有点钱。你妈虽然给莫小丽买见面礼这事儿有点不靠谱，没有啊，可是事实证明，我考验这个策略是对的。对，妈正确。儿子，你太软了，容易被人捏住。你这第2次婚姻，绝不能有一个错误的开头，让女人摁住。那个工资卡，妈拿着，等你啥时候跟莫小丽办了结婚手续，工资卡妈亲自交给莫小丽，1分都不会少的拿。哎呀，哎呦我的妈呀，怎么就跟您说不通这道理呢？那男人的手里头，你算了吧，我跟你妈说了一辈子的道理，没一样通的。这次，你妈回老家把咱的房子卖了，一下攥进了钱眼里头去了。她
还满脑子都想的这是1分钱不花就让你娶个媳妇儿。哎，一会儿要考验人家莫小丽是不是拜金主义，看看人家孝顺不孝顺，看看人家会不会过日子。你行了吧？你行了吧？你呀，你凭啥我做点啥你都指手画脚啊？啊，你说是吗？你有啥水平，你就在我怎么面前家里头就没有贡献了？你啊，你凭什么？说这个不对，那个不对，我啥都不对。你好，你当着他们那儿来事儿，我怎么就不？哎，人呢？走了。这吵，吵啊吵啊，再吵啊！哎，人都吵没了。胡帅，你给我出来！胡帅，你在哪儿呢？胡帅！对不起，领导人真不在，请您出去好吗？胡帅，你多大了主意，多不过是我。对不起，是男人你就出来见我，干什么？啊？干什么？啊！不打我！胡帅，你这乌龟有劲吗你？不是你，哎，你刚不走了吗？怎么又回来了？小样儿，你以为你换了车我就找不着你了啊？小样的，我躲不开你了是吧？上车，送我去整形医院，我要整容。等会儿，别！你说什么？整容？整容？你先整脑吧你！一会儿跳楼，一会儿整容。哎，我特想采访你，你是正常人类吗？什么思维？胡帅，你不要太没良心了！我跳楼，我整容，我哪样不是为了能吸引你注意力？我还不是为了能跟你在一起？大猪，别大喊大叫的啊！咱有理也不在声高，对不对？而且莫小美，我再跟你说一遍，咱们俩呀，真的不合适。为什么？我没我姐姐漂亮。好啊，我去整容，你喜欢什么样我就整成什么样啊！小美啊，你一定要明白一个道理啊，就是喜欢一个人，不仅仅是喜欢他的外表，好吗？我不喜欢你，不是因为你不漂亮，而是因为你是莫小美，明白了吗？好，你整容，对吧？你整成安吉丽娜·朱莉那样的啊，我也不可能喜欢你的。可是你原来说过，你会跟我在一起，会跟我结婚的。小美，那天的情形你也不是不知道是吧？你妈妈都那样了，真的是怕你妈妈出事，所以我才演的这出戏，你懂吗？你就真的那么不想我再出现，不再来骚扰你？小美，只要你以后不再出现在我的视线范围之内，我感谢你8辈祖宗。长痛不如短痛，好吗？莫丽，我告诉你啊，你能不能管管你妹妹啊？啊，你别让她像个疯狗一样天天这么咬着我，行不行啊？我告诉你，她这样，我不可能爱上她，我只会越来越烦她，你知道吗？你这脚是小美弄的呀？那你以为呢？她现在心里边只有你，我们也没办法啊。什么叫你们也没有办法呀？啊？
哦，你跟你妈一脚把我踹火坑里了，你们俩就不管我了是吧？他现在为了你要死要活的，你怎么也得给他点时间，让他慢慢走出来吧。我给他多少时间？多漫长还要？哎呀，你先别闹了，我带你去把药换了吧。走吧。我跟你说，我再这样下去，我可能就被他弄死了，你知道吗？再这样下去，我都一指甲油。这是我哥让我还你的钱，说是饭钱。现在钱也还给你了，以后就不要天天来找我哥了啊。你哥真够搞笑的。我当时借他这钱呢是有条件的，他也答应了。就算还了钱，他还得履行承诺啊。哎，我说爱娇娇，你别欺人太甚啊！我哥也是个有尊严的人，又不是你的宠物，你说咋的就咋的呀。我说我亲爱的钱嫂子，你这到底要干啥呀？你跟我哥都已经离婚了啊，你算我求你了，你不要再虐我哥了，好吧？好吧，我不虐他了，我让他清静。可我总闲着也没什么事儿干呢。会不会小三儿？小三儿？谁是小三儿啊？啊？这不是要去找小丽姐吧？我又把事情给办砸了。喂，卫生局。哎呀，哥，是我。老妹儿，哎，你怎么把电话打单位来了？那爱娇娇她又去找小丽姐了。什么？哎，哥，我又把事情给搞砸了。行，我知道了，我马上过来。那个将军啊，我这有点急事儿，我出去一趟。好啊，有我在，你就放心忙你的事儿去啊。哎，我知道该怎么说，绝对影响不了请假的事儿。走了啊。哎，行。莫丽，找我啊？我当然找你。你勾引我老公，破坏我的家庭，我不找你找谁啊？这是公共场合，是医院，你说话注意点儿，不要颠倒是非了。我怎么颠倒是非了？我跟恭喜离婚是事实，你跟他早好上了也是事实，你就是个不折不扣的小三儿，你还有脸当白衣天使？你也配？你看什么？你要有理你说呀。娇娇，有什么话你跟我说，我跟你谈谈。干嘛？放开！走。你放开！你放开我！你放开！放开！行啊你，你现在挺男人的，护花使者啊！你是不是以为这样那个莫小丽就对你更死心塌地了？你闹够了没有啊？我没闹够。哎，小小，从咱俩离婚那天开始，你就开始闹，你跟我闹，你到我们领导这闹，你到我们单位闹，你把人家莫小丽都闹回了医院了，你又追到医院来闹，你干嘛？你要斩尽杀绝呀？你要把我恭喜逼上绝路吗？咱俩已经离婚了，咱非要鱼死网破吗？啊？非得成那见面就眼红就得斗的仇人吗？我求求你，你放我一条活路行吗？行，恭喜，你想跟我断得一干二净是吗？
好，我成全你。不过，你得赔偿我600万。你说什么？我要赔你600万？我说你真是疯了呀！我怎么疯了？这都是你该给我的。我嫁给你这么多年，我把我最美好的时光都浪费在你身上。我的青春是贬值了，可我买的房子涨价了，那个房现在就值600万，别的我都不跟你算，就要这房钱。只要你拿出来，我就同意跟你一刀两断。我要是再来找你，就算我爱娇娇犯贱。小刘，哎，恭喜在吗？功夫科长，他有点急事儿，出去处理去了。是私事儿啊，还是公事儿啊？您猜呢？科长，有事儿啊？你要当科长啊？您看，您不是马上升副处了吗？科长这位置，您能不能考虑考虑我呀？来了来了！哎呦，哎呀肚子饿了，想吃奶奶包的饺子。哎呀，好，快进来，我孙子想吃饺子了，好。我孙子想吃饺子了啊，奶奶给包啊！哎，好，进屋玩去。坐，娇娇。恭喜呢，今天也不在家啊？他这个今儿加班，你找他有事儿啊？加什么班啊？肯定是和小狐狸精在一起，我打他电话也不接。爱娇娇啊，爱娇娇。说啥呢？我说你什么好？你就不能说点好听的？啊，不是我说你呀，你和喜子好好的日子，你说折腾，妈，不是我不想过日子，现在是他有外遇，他不想过了。你说啥呢？啥叫外遇啊？我儿子是和你离了婚才认识这个莫小丽的，才离婚几天呢？他们俩就如胶似漆了，这速度都赶超航母了。妈，您信吗？那你说啊，我儿子跟你离了婚了，他那生活也不能不继续呢，那后半辈子日子还得过吧？有些话我还真得跟您说，您看看在不在理？是我爱娇娇是脾气不好。可除了这点，我还有哪一点做得不好？结婚前那么多人追我，我选择恭喜。我爸妈不同意，我又是离家出走，又是断绝关系，就差闹自杀了，才逼得我父母同意的。这事你也知道啊。我跟恭喜结婚时候什么都没有，是裸婚。你以为外面没有比恭喜条件好的男人追我吗？您说我做过对不起恭喜的事儿了吗？再说说莫小丽，她1个月工资多少？还不如恭喜呢。他们俩在一块儿，连房子都买不起，更别说养孩子了。再生一个更养不起。生活是很残酷的。莫小丽1年2年她能受得了，您能保证5年10年她还能受得了吗？她不会变吗？她年轻，她有时间来尝试，可恭喜呢，她赔得起吗？你老自己好好想想吧。瞎操心。小丽，这儿呢，这儿。等我多久了？
堵车啊！怎么来这么远的地方跟我见面呀？嗨，每次在离家近的地方，那神出鬼没的艾娇娇都能出现，哎，我都怕了。所以找个远点地方，咱俩能安静的说会儿话，好好待会儿，对吧？恭喜。嗯，怎么了？哎，恭喜。啊？我们俩结婚吧。现在啊？对呀。这时候不结什么时候结？我爱你，你也爱我。可你看现在呢？约着见个面，得到5环以外的咖啡厅。你是自由的，我也是自由的。为什么我不能在一起，大大方方的享受我们的爱情？我又何尝不想结婚呢？可是，从我跟你说嫁给我吧那天开始，咱俩之间发生了多少事儿。结婚对于你来说，是人生的一个重大的选择。别着急，再想想，我能等你。我想好了，一早我就跟你说，我喜欢的是你这个人。我跟你在一起，我踏实，有安全感。我经常都在想，如果我们俩在一起了，有一个我们自己的小家，我每天晚上推开家门，我叫你一声老公，然后你就答应我。我累了，靠在你的肩膀上，然后听你跟我说我爱你。这种平静又快乐的生活，这都是我很想要的呀。我知道，这种生活，对我来说，就像童话一样，我也想要。可是我没有这个权利，因为我能接受你的爱已经是斗胆了。我真的没有信心能给你幸福。没信心，你跟我在一起干嘛呀？幸福是一种感觉，你有我有就都有了。没钱买房，没钱买房就租啊。没钱买车，我就坐你的幸福牌摩托。裸婚，谁怕谁啊？有什么是2个人在一起要不来的？哎，别哭啊，哭得变难看。难受了嘞！看看我从意大利给你订的戒指，还有配饰吗？开心了吧？笑着就漂亮。我在南非给你订这个。哦，南非啊，南非的钻石好。怎么样？你看，全是钻石。开心了吧？
永远相爱。医生也是不凡。